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2021年第4期的现代兵器，据说呢最近卖得非常火。那为什么卖那么火呢？在这一期杂志的封面，他们登了一张想象图。这个想象图，据说呢是轰20的想象图。那么这个想象图有些什么特点？我们的轰20。当然是打引号的啊，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编号，我们现在并不清楚。那么这样的一个远程战略轰炸机，它是这个样子的吗？今天呢，我们对此呢做一个解读。这期杂志封面所登的轰20的想象图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它的机身机翼和美国的 B2不一样。因为过去呢，很多人推测，中国的轰20可能外形上和美国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非常接近，就采用飞翼式的气动布局，前缘后掠角保持一样，后缘的后掠角、前掠角采用这种锯齿形的设计，或者是呢双 M 设计。其目的呢主要还是为了前向和后向的隐身。另外 B2有些什么特点呢？一个，它的进气道是设在机背上的，而不是放在机腹位置的，这有利于这个对敌方地面雷达的隐身。另外，它的尾喷管采用2元尾喷管，那么2元截面的尾喷管，无论是红外隐身特性还是雷达隐身特性，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再加上在它的尾喷管的下方是有板子遮蔽的。因此，它的隐身性能还可以进一步的改善。但是，飞翼式的平台，虽然它的隐身能力比较好，无论是前向、侧向还是后向都不错，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的机动性不强。这还不是说跟战斗机的机动性进行比较，就和一般的战略轰炸机相比，它也存在着操纵、控制以及航行稳定方面的一些不足。比如说，它没有垂直尾翼，也没有水平尾翼，那么俯仰控制、方向控制以及相应的操纵都会存在着一些麻烦。那么美国的 B2战略轰炸机是怎么解决方向安定性或者方向这个操纵性的问题呢？因为垂直尾翼后面是有方向舵的，就跟船舵一样，专门用于控制它的飞行方向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你靠什么去控制？ B2隐身战略轰炸机采取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设计，就是在它的外翼段的后缘增设了一套开裂式的装置。那么这个开裂式的装置看起来像副翼，但实际上呢，它是用于飞机的方向操纵和控制的。比如说左边的开裂式方向舵打开了，打开角度比较大，而右面呢也打开了，但是打开的角度比较小，或者是干脆就是关闭的。那么左右就会产生阻力差以及升力差，那么飞机呢就会发生滚转或者是方向改变。这样的一个设计看起来是比较巧妙的，但是它的操纵效率理论上讲要比垂直尾翼后缘的方向舵还是要差一些。因此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它的机动飞行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何况这种开裂式的方向舵在打开状态下，应该说对隐身能力也是有影响的起码是会增大一部分雷达反射截面积。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轰20，但是打引号的轰20，它会采用 B2这样的设计吗？个人看法不一定。一些隐身的无人攻击机、无人侦察机有可能采用这样的设计，但是远程战略轰炸机使用这样技术，应该说会受到很多制约，综合性能特别是一些机动的能力会受到不利的影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张封面照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这个轰20呢，
似乎是带尾翼的，而且这个尾翼是既可以放平，也可以竖起，变成个 V 字形的双立尾。那么我们知道 V 字形的双立尾，它既可以当垂直安定面或者是方向舵使用，也可以当水平安定面或者是全动平尾来使用。这样的话呢，在一定的飞行条件下，它的操纵控制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起码要比 B2现在所采用的这个方案呢更灵活。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张图上画的机翼和 B2隐身战略轰炸机也是不一样的，它的前缘后掠角是两个，机身这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前机身，后掠角比较大，但是到了中外一段，它的后掠角相应的有所减小，而翼展呢又比较大。这样的一个设计呢，虽然可能损失了一点点这个雷达隐身性能，但是有助于大幅度的改善它的起降性能以及远程巡航能力。一个细长的翼展比较大的后掠角比较小的中外一段，它可以获得更高的升阻比，那么升阻比越大，巡航能力就越好。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定论的。因此为了解决远程飞行问题，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理论上有道理，而且呢，综合性能看相当不错。另外呢，后掠角减小了，翼展增大了，对缩短起降滑跑距离，或者是在同样的滑跑距离的情况下，我增大载弹量都是非常有利的。另外呢，这本杂志呢还对打引号的轰20的机载设备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认为它有可能采用和先进战斗机，比如说 F-35、歼20这些机型所采用的综合孔径系统类似的全向传感器，它既能360度的用光学的手段来探测空中的目标，也可以精确的探测地面目标。飞行员可以透过地板、透过舱壁看到远方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这有利于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对战场环境的感知，以及呢增强它的突防能力。另外呢，还有一些媒体分析呢，这个轰20战略轰炸机它的携带的弹药量比较大，起码载弹量能到20吨。那么这20吨的弹药可以分为远程巡航导弹普通的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可以这么说出动一次，它可以精确的对大量的战略目标发动强有力的打击。那么这样的这种打击可以使用核武器，也可以使用常规武器。由于轰20的传感器比较多，既有先进的雷达，又有先进的光电探测装置，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成为一架非常优秀的远程战略侦察机，甚至呢成为一个重要节点的信息分发中心或者是控制中心。可以这么讲，轰20这款远程隐身战略轰炸机一旦研发成功，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不仅限于远程战略轰炸，它还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任务，从而呢使它的综合作战能力达到世界顶尖水平。那么这种 V 字形的双垂尾，它既可以向上翻转，也可以向下放平，和主翼呢处于一个平面上。那么在某些飞行状态下，它有助于增大主翼的面积，减小它的翼载荷。那么在某些使用情况下，它又可以改善它的方向或者是横侧的操纵控制能力。可以说这么一个设计呢是比较巧妙的。那么我们的轰20远程战略轰炸机最终会不会采用这些方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现在所征的这张照片或者是图片，只是某些专家或者是网友的分析和想象。
轰20最终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我想，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